是你吗？李焕，真的是你吗？只剩我独自面对，我哭泣的眼泪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这女的怎么倒这儿了呢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没事，摔的是啊，没事，别多管闲事好了吧？散了散了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叫救护车什么的？怎么都走了？别管别管。地是滑了点，可摔成这样也真够蠢的。救我！哎，这是谁的人？赶紧过来认领啊！我不认识他。帮忙，把他挪走吧。哎，先生，帮大帮手吧。你看这。算了，日行一善。小公狗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医生竟然说你一点事都没有，摔这么大跤，连个片子都没有拍，说你醒了就可以出院。我去投诉他。我真的没事儿。真的？是你送我来的医院吗？护士说是一个好心人送你来的，没留联系方式就走了。静静通知我过来的，她去办手续了。难道是我花眼了？如果是李欢的话，他不可能不管我的。谁不管你啊？来，喝点水。我自己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做梦的时候一直喊小公狗，小公狗，是你宠物吗？对，宠物。原来你跟我一样喜欢养狗啊！哎，它在哪儿啊？它，但愿它不是在跳插床舞吧？插床舞？就是，咦？对。我干嘛多管闲事，惹得一身晦气？流得我一手口水。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，基于医生的本能，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谢谢你的关心，这是我老毛病，我自己可以处理，不用麻烦你了。不行！你
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，甚至发生异常状况？严重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暴毙的。我知道了，不用怕，我知道，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，没关系，我会陪着你的。走。哎呦！怎么了？这哪疼？哪啊！好疼啊！真的。那怎么办啊？他经常这样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？啊，可以。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，我去帮你登记。哦。那你就先过去，我在那边等你。为什么？这儿就有椅子呀，为什么要去那边？把你正确号码存进去。哦。好吧，行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喂，阿宇，你在哪？你好，挂一下号，来救我！填一下单子吧。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。人呢？吓死我了你！怎么了？怎么又戴上皮手套了？皮肤又开始老化了？哎呀，别说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！不是老大，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那个私人护士，让他赶紧过来？啊？不用打了，电话来了。喂。喂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，你知不知道严重老化会暴毙的，会暴毙的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谢谢你了，再见。什么怪人呢？不是怎么回事？不就去了一次商场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今天犯哪门子神经，居然救了一个蠢女人啊！哎，你别流口水啊！你把嘴闭上！哎呦，求你了！就麻烦你们了。他怎么会这样？他刚才在商场摔倒，后脑勺着地，给他做个 CT 吧。好。这个，他的包。先生，你的手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什么怪人？希望他没事就好。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我可以喝吗？不可以。当然啦，刚才还说等你一起喝呢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我知道这些都是你给冯峰准备的，但是这么多他一个人也喝不完，你以为他是水牛啊？我就是不知道冯峰喜欢喝哪种，所以让我爸爸拿手的都做了，让他尝尝看嘛。亲爱的，你可千万不能嫁给他。你要是嫁给他，天天都得喝汤进补，那不得水肿、脸肿、脚肿，全身都肿，一定会胖成一只猪的。别喝了。哎，切！我宁愿把自己喝肿，我也不能浪费水资源啊，对吧？好啦，这些都是黄辉和他爸爸的心意。麻烦你爸爸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替我谢谢他，也谢谢你，真心的。你的真心我收到了，以后别再说谢谢了。什么情况啊？
我爸说你后脑着地，要喝点猪脑补一下。猪脑？你有没有眼力劲儿？都被你喝完了。对啊，我近视啊。你，亲爱的，这种男人真的不能嫁，太小气了，肯定会亏待老婆的。我小气是吧？小气给你看，来吐出来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不仅很小气，你还很恶心。就恶心了，怎么着？吐出来，你吐出来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大活宝逗我开心，陪着我笑，我真的是谢谢你们喽。没事就。你好。什么？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，办事情总要有规章制度的，法律保护的吧？不能你说我店的生意不好就让我搬走啊？多付1倍的违约金，哼，我就一句话，租约到期我一定搬，不到期一切免谈。店怎么了？业主要提前解约，尽快腾出店面。什么？太后娘娘，好想好想你，你出来，还出来抱抱朕呢！太后，你出来抱抱皇上！不是，我们怎么才能禁止窑洞，把太后娘娘救出来？皇上，这边！我要我的梦！你们3个给我出去！柳儿一定会把太后娘娘的肉身带出来的。去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怎么又来了？有没有搞清楚啊？赶紧走。队长，站好了，这么松，怎么做保安呢？摸这儿，摸这儿，有感觉吗？有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有。队长，咱保安还讲究这个吗？这个是我的个人爱好，是我个人爱好啊！真顽皮，队长。我吧，那个这1年多是没有锻炼啊，这个肉是有点松，但是我因为恰恰意识到了，咱们保安这个职业是伟大的啊。他那个身材只是用来唬人的，主要看身手。队长，身手，我给你来一下子。嘿，好，不错。队长，你看我，不错啊！我呢，从小就周游欧洲各国，什么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，哪个国家我没去过？那些大型的典礼我都参与了，那些保镖我全见过。都见过。我跟你说，至于那个黑手党。黑手党啊，铁哥们儿，黑手党，铁哥们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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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长，你这样看咱们应聘，别了，兄弟，我这里都是菜市场的小保安，1000多块钱1个月。不是队长，那个队长，你再考虑。要不这样，聊点别的呗，啊，好不好？不，不，好不好？那别了，队长，你再拍我出去了啊！队长，我得出去了，我不行了，这个留个电话给我呀。队长，闭嘴！哼，臭流氓！我牛宝宝，你还以为你是叶家3少吗？还什么意大利黑手党？你真是个鬼呀！大哥，
大哥！叶波，大哥，我少了这1年多的时间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，大哥？我可找着你了，这1年多你跑哪儿去了，大哥？放开我！不放，打死我也不放！怎么回事，欧云？啊，哎，兄弟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啊，来，你走开，大哥！你说过永远跟我在一起的，这句话你都忘了吗？我可是刻骨铭心呐！不，你别这样，欧云啊，快，别闹好不好？你走开！我怎么可能认错人呢？我连我大哥身上味道都记得，这就是我大哥。欧云，快！哎，兄弟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别闹了！你走开，老子！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嫉妒我跟大哥亲，故意在背后使坏，不让我跟大哥见面？跟哪儿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他知道你是谁，他还认识我。你别演了，大哥，这次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。难道他是我的？我真的是啊？不是这什么呀？这就是你以前跟班的一个小弟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叶波，叶波，帮我等一下。叶波，老大，千万别跟他说我和叶波在这儿。哦，还有，他问你什么，打死也不要承认。带他握住。什么跟什么呀？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。李欢，真的是你啊，李欢！你这一天跑哪去了你？叶波呢？他是跟你一起的吗？小姐，我看你也不像是诈骗团伙的人。你认错人了，我的确叫李欢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叫我小姐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峰峰呢？他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对不起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你？切，因为我是大明星芬妮啊，没有人不认识我。你肯定是故意跟我撇清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不需要故意跟你撇清关系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对不起，我有事要先走了，幸会。他明明就是李欢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芬妮小姐，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？感觉我有很多事情要问你。当然可以。其实，你跟我一个朋友很像，一个失踪多时的朋友。你的朋友为什么会失踪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我离开这儿1年了，原本这次回国是想和老朋友重聚，可没想到结果竟然是这样。遇见了你，你不认识我；见到了他，他却躲着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缘分。如果有缘的话，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对吧？有趣，
没什么事情，我去谈工作了。回见。你这屁放的也太臭了，我去，受不了了！芬妮还没走远呢，我扛不住了。说吧，到底是演的哪出啊？怎么，你也要告诉我，你也不是鳄鱼是吗？不是，芬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我早就看出不对劲儿来了。李欢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他来呢？但他硬要是不承认，我还真拿他没辙。要是冯峰在这儿，肯定扯皮拉筋，弄到他承认为止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他失忆了。失忆？他为什么会失忆啊？那个时候，他说他出去办点事情，也没让我跟着。等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火海之中，不省人事了。幸好他没有被大火吞噬，只是头部受到了重创。加上他之前交代过我，不能告诉冯峰、叶波和你，我也就没敢声张。后来我还去了火海现场，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我把他救回来以后，他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昏迷了几个月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就不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事情，虽然还有点残留的记忆和习惯，却全然不记得为什么会这样。老大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呀？我也觉得奇怪。当时我们怕警方和仇家过来找麻烦，所以我们凡事都低调行事，就连工作上的事情，也是我替老大出面的。我要告诉冯峰，告诉他李欢回来了。哎，芬妮姐，千万不行啊！失忆的事情还是小的，还有更糟糕的。但凡他只要想起过去的事情，皮肤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，特别是提到冯峰，就更严重了。衰老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我认识很多有名的医生，我可以帮忙联系的。早就看过了，不过所有的医生都查不出病因。不过还好，没有其他不良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做保守疗法，不让病情恶化。所以千万不能联系冯峰。大哥好不容易活下来，你也不想看见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吧？那倒是。你有叶波的消息吗？叶波啊，没有啊。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和我们在一起。哎呀，这一年为了不让老大的病情恶化，尽可能不让他回忆过去，所以过去那些朋友我都没有让他们和他联系。可是我刚才明明就看见他了呀。是吗？难道是我眼花了？那肯定是你眼花了。叶波我好久没见了，啊。哎，不能开门的。你让开！我刚才在里边崩了个屁，特别臭。你让开！我怕熏着你。喂，哎，我在停车场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啊。我还有事儿，下次再聊。
你忙。照顾好李欢。哎。我的联系方式从来没有变过，什么时候想见我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来，尝尝我爸做的养生汤。今天晚上呢，3菜1汤，怎么样？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去买。哎，足够了。其实你不用这么忙的，我可以做的。不可以，快坐下。你刚出院，快坐好。来，那。谢谢。太热或是太凉就告诉我。怎么样？正好。谢谢啊。我这几天呢，给你查了一些申诉方面的书，用得到的我都给你做了标记，应该对你很有帮助。我还给你录了音，如果你脖子酸了或者眼睛累了，就用听的。谢谢啊。难怪看你那么疲劳，还以为你是昨天晚上熬夜做功课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智商180，功课分分钟搞定，剩下的时间看点资料也能长长知识，不用担心。辛苦你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哎，不用。其实逆向思维一下，你之所以走路的时候会摔倒，是因为你想的太多，导致精神力不集中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承担的东西太多了。作为你的朋友，我能做的不多，但只要是我能做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你完成。餐厅就交给我吧。你只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放心吧。你先看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先说好啊，我一定做的没你好吃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了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，蠢女人，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李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等一个人。我们不能收留你。那这张支票你拿着，不够再问我要。100万，大哥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是，我叶波现在是穷，穷得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是跟大哥当年的那份情谊。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哥了，我们也有难处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别带上我啊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老大，你呀，我就知道，是你嫉妒我和大哥，你想一个人独占大哥。好，既然你不体谅，那请啊，请出去吧。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想起我是我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到你这么真诚，让我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鳄鱼啊，你最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需要有人分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老大。我需要。以前的事情你不想告诉我的，我都可以问叶波呀。不是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出去！别闹了，够了！
不要生闷气，以后有事还是你说了算。老大，我说你，我又从一个小小的猕猴桃变成当年那个牛宝宝了，有大床睡了。我只是输在没有在他之前认识。小陈抽筋了，干啥呢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吓唬谁？既然你真的想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我觉得芬妮也挺关心你的呀。老贺啊，老贺，往事不要再提。当年我还是叶家三少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时候我很帅，我被迫为了家族的利益，放弃了我的女人。我不敢违抗父命，就只能丢下芬妮。我现在落魄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有脸去见她？那你能不能轻一点啊？电视也关轻一点，老大在睡觉。我就知道跟你这种冷血的人没有什么可讲的。那老大不是早早就睡了吗？那还不是被你累的吗？平时他都睡不着，快困了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。有没有人说过你笑的样子真的很丑啊？真是辜负了本将军这张脸。这是你的福气，我只是在你四肢发达的身体上安上了一颗强于常人的脑袋。好，那本将军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四肢发达。喂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可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你搞清楚。大丈夫不拘小节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你，哎呀，将军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您上次吩咐我找寻家业的遗物，已经找到了一本书和这个盒子。打开它。退下吧。是。李欢，咱们老朋友又有机会见面了。我到底是谁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爱人，你的病好了没有啊？我刚找到了几个治疗你皮肤病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兴奋了，兴奋的睡不着觉，想与你一起分享。你还记得我的病？当然记得，你忘了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吗？大医生，愿闻其详。我的治疗方案分为2种，逗号。美味可口，经济实惠，欢迎光临。实惠还来你本店特别优惠，最近啊还推出了新产品。好不好吃啊？一定要来在那里招待我们呀，啊，小帅。哎呀，我到你家店来不能看到你啊！我们拿着这个传单去你家吃饭，能不能有优惠啊？就是更便宜点。亲爱的各位朋友们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欢迎又来等一个人吃饭，等一个人吃饭优惠更多哦！来，上哥，上哥，一定要来哦，优惠多多。教官，你站住！撞人怎么不道歉呢？快跟我道歉！大胆救命！给我放开朕！哎，朕，现在小孩真是无法无天啊！好，就算你是皇帝，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快跟我道歉！朕不说，给我放开朕！来人，干嘛呀？小孩，你什么人啊你？皇上，对不起。皇上，二位侠客，皇上乃千金之躯，请您放过皇上。上，来，说，胸口碎大声！姐姐，什么姐姐？姐姐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姐姐啊！哎，你说走了，在大街上你欺负小孩，你好欺负！喂，你躲着点啊你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发传单吧。芳芳，我传单都发完了，棒棒。我虽然发了一半，但昨晚我在网上发了电子版，效果应该比他好。黄辉，你简直就是卑鄙！你们两个都很棒。哎，有你们陪着我，帮着我，我真的是好幸福啊！你今天有空吗？有空，要不我们仨，我们2个去逛逛街吧。我都好久没有去买衣服了。多此一举，老板都不看你，穿什么重要吗？黄辉，怎么了？洗耳恭听。没事儿。你要是闲的没事儿的话，就把这些传单都发完了再回家吧。人将，辛苦你了，我们下次再约啊。走喽。芳芳，你看这条和这条，你觉得哪条好看啊？对不起啊，只顾着自己挑，都没问你想要什么。都挺好看的，不关你的事儿，快挑吧。这样吧，你挑一个，我送给你。这个就挺适合你的，就这个了，我买给你。这么大方，必须的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
小姐，我们也没太多留意，而且您之前也没有交代说要买，所以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买那条白裙子。哎呀，算了吧。那个人应该还没走远，是什么人买走了我那条裙子的？是个男人。男的？是不是高高瘦瘦大长腿？是又高又瘦，而且看着还有点眼熟，好像之前电视里见过。是的，是的，肯定是他。哇，哎，小姐，您挑的都是本季限量款，请问您还要不要啊？我哭泣的眼泪你等一个人，切，起这么一个名字，难怪生意不好。我收了他的店，算是帮了他。老大，你生意做这么大，何必难为一个小店主呢？我不想因为心软而影响我对工作的判断力。做生意要的就是快、狠、准。疼！老大，你是不是心疼了？我心不疼，我这里疼。老大，你放轻松一点，像我一样笑一个。你说你找这傻大妞给我扎的皮破血流的，你还有脸让我笑？这个静静呢，虽然脑子不太好使，但是她就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可靠老实人。还有，你说什么她就信任，绝对不会怀疑我们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行了，静姐她不是老大，你听我说，静姐车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放传单吸引顾客，让我们的餐馆永远经营下去。哦，已经变成我们啦。你很烦哎。哎，峰峰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人们贪小便宜的心态，发放一些优惠券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店的菜不仅美味可口，而且经济实惠，并且还价廉物美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真不可思议啊！你们经过几个回合的征战，终于达成统一战线了。那我们的海报可以按照这个样子来，春秋乐园的春游记。可以。那我们这几天就开始吧。不行，我今天晚上就赶设计，明早交给你确认，然后再让我同学帮忙加急打印，最迟明天中午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发放。好，明天中午春秋乐园广场那里人流量大，年龄层广，消费人群最合适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呦，这可是头号行动派啊！老天爷啊，我峰峰是何德何能，居然有幸能遇到你们二位。我峰峰别的不敢保证，但只要等一个人不倒闭，你们永远都是我这里的 VIP， 以后终身免费吃饭，一辈子都可以吃你做的饭啊！一辈子。耶！爸爸。出去！你这个妖怪，滚出我的肉体！滚出去！你这个妖怪，你给我出去！给我出去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是你，我也是我，别练什么神功了，白费劲。你，传染球见过吧，将军。将军，还未有皇上和柳儿的下落，已加大搜索范围。好。另外，太后娘娘那边也按照您的吩咐，押入了天牢。妙芝，
妙芝怎么样了？把妙芝怎么样了？将军，别过来！我练功反噬，需要休息，退下。退下！是。你这妖怪，把我的妙芝怎么样了？想要你的妙芝平安无事的话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否则我……别打我的脸！退下吧。是。冉冉拜见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您受苦了。冉冉从未想过陷您于不义，只是奉命行事。还请太后娘娘看在拓跋将军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，原谅冉冉的所作所为。他害得我骨肉分离，国破家亡。你觉得他的一往情深，我还受得起吗？拓跋将军谋逆是有违君臣之道，可是他有他的想法，奴婢不敢妄加评论。只是最近将军越发奇怪了，他时不时抽打自己的耳光，还动不动怒骂自己。奴婢想，他的内心也是极为挣扎和痛苦的。但愿他还有那天没被恶魔泯灭的良知。还是没有元宵的消息吗？好，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，逃得远远的。即便今生再也不会相见，也好过做亡国奴。我冯妙芝一生经营，不仅败给了妹妹妙莲，丢了夫君，连他的国家也守不住。现在连我唯一的儿子也行踪不明，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太后娘娘，还请您好好保重。放心，一天没有元宵的消息，我死也不瞑目。啊！哇，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！皇上，母后，太后娘娘，灵儿给您请安了。说，给我上来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灵儿在这儿。太后娘娘，灵儿，母后怎么成这样了？太后娘娘好像被妖魔困住了，她听不见我们叫她。灵儿，太后娘娘，我们在这儿。灵儿。朕看她并非母后，只是长得像而已。皇上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万万说不得。皇上，柳儿想起来了，皇上，以前柳儿常听冯昭仪总是说什么回现代，回现代。看这一天的遭遇，柳儿突然觉得这儿
是他说的现代。冯昭仪，冯昭仪，你是不是在这儿啊？柳儿好想你啊！阿娇，柳儿啊，父皇他突然就消失了，而且下落不明，会不会也在这里呢？有可能。冯昭仪娘娘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她要把先帝拐到她那个现代，好好的凌辱。欺君罔上的妖物，皇上，冯昭仪，交出来交托！皇上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柳儿求你了，冯昭仪待柳儿是极好的，皇上，柳儿求你了，看在柳儿的面子上，不要诛她九族。而且，如果冯昭仪说的是对的话，那么太后娘娘可能就在这儿。大胆妖孽，你给我放了我母后！不然就去诛你九族！皇上，我们小声点儿，太后娘娘可能是被那个黑匣子给困住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她的肉身给救出来。肉身。母后，不孝，大姐救不了您了，不孝，不孝，皇上，我们一定要把太后娘娘的肉身救出来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伯伯，我家就在这儿了。现在也挺晚了，你家里人也该担心你了，快回去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送你到门口。从这儿到我家就10米，我一个人真的可以的。那好吧，我先走了，记得微信我。回家就微信你。哎，出租车！记得发微信哦。放心，一定。拜拜。走了，师傅。记者追得我很紧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挺刺激的，好玩。哎，有件事儿，我真的挺生你的气啊。什么？你失踪那么久，你也不联系我，我也不看八卦杂志，完全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回来第一个见的人可是你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哎，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想家，想朋友了，也想回来拍个戏过把瘾。那你听说拐个皇帝不拍的事儿了吗？叶家破产，叶伯父失踪，叶伯只好撤资了，把钱都给了叶伯母和家里人。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。那叶波呢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不过总在什么八卦杂志上看到他做头条，说他什么买醉啊、流浪街头啊，还在牛郎店打工。
哎呀，你知道的，八卦记者嘛，就爱无中生有。他怎么可能去当牛郎呢？就他那身材，行了，他充其量就是只牛宝宝嘛。你别说那些好听的话安慰我了，反倒是我很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腰好腿好精神好，吃嘛嘛香。行了，你就别跟我逞强了。李欢呢？找到他了吗？你还在等他？什么情况？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车里的人，请立刻下车！你别害怕，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去看一下。喂，小美，我出事了。你没事吧？吓坏了吗？没事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啊！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10米的路程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。王峰，你们俩有问题。没事了啊？不是，没事了。你没事吧？你牛啊！我真没事儿。唉。睡我。小心我状告太后娘娘，说你欺负人，是你的罪。你耍流氓啊你！苍天呀，大地呀，小柳儿的名节可不能毁在你身上！哎，流氓，你在什么？猪猪，为什么不回复啊？到国外去读书，居然成了代购小富婆。一忙起来你就不回复我了，是不是？嗨，认识你很高兴。短短1天发生了好多事，期待我们的明天更加精彩。都怪我，是我太大意，我没想到10米的路程也会有危险，都怪我不好。好像每个人都在前进，向前望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猪猪去了国外，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，芬妮回国继续发展，好像只有我还在等你。小公狗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爱一个人是很孤独的，但是我依然会傻傻的呼唤你，等待你回复我的那一天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。我不睡的回忆难以
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可能在柜子里会有女人的裙子呢？我居然会舍不得，难道我真的有那方面的问题？不是，我明明很 man， 怎么可能是变态或者是异装癖呢？哎呀，为什么？我怎么想不起来？好了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再想你皮肤又开始老化了。给我，给我！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说。我的这些癖好，是不是跟我的病有关系？难道我真的是？你脸红了，你有反应？难道我真的是变性人？小朋友，你们都是什么人？你们是在拍戏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剧组呀。拍戏？乞丐吧？乞丐？乞丐能穿成这样？我看街头卖艺还差不多。街头卖艺。站着一身至尊黄袍，如今到了这现代，就成街头卖艺的啦。挺有意思。看什么看？大胆刁民，还不下跪！自乃95之尊，还不下跪！你们怎么能这么嘲弄皇上呢？岂容你们这些刁民嘲弄！喂，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嘿嘿，走来入乡随俗，我们要变身，变身！嘿，嘿，嘿，哎呦，这干嘛呢？这。